YouTuber 的广告收益能够达到多少？这是很多人非常关心的问题。很多人想要做 YouTube 频道，就是因为能够在发影片的同时去获得广告收入。我在2020年开通了这频道的，并且开始有了广告收入。为了让大家能够真正的了解到现在 YouTuber 的生存状态，是不是值得你去继续花时间去做？这期影片我会毫无保留的去公开我后台的数据，去告诉你我经营频道这3年以来广告的收入变化。Hi， 我是 Grayson， 这频道主要是分关于 YouTube 频道运营、流量变现以及网络创业内容。我每周分享3部影片，需要记得订阅我频道。如果是新手创作者，你可以通过影片下方链接去免费领取 YouTube 新手成功宝典，它会从不同的方面去告诉你如何去正确经营频道。首先 YouTube 这个平台并不是你去开通了一个新的频道，去发布了影片就会开始有收入进来的。他们是需要你达到一定的标准的。现在对于长片还有短片会有不同的标准。如果你频道里面是主要发长片的，那么你的频道需要达到1000个订阅人数，以及在过去的12个月之内，你的频道有积累到4000小时的公开观看时长。如果你频道里面是主要发短片的，那么你的频道还是需要达到1000个订阅人数，而且你的频道需要在过去的90天里面去获得1000万次的短片观看量。你的频道只需要达到长片或者短片其中一个标准就可以了。这里要提醒大家，频道的订阅数它是没有一个时间限制的，只有长片的观看时长还有短片的观看次数是有一个时间区间的。我个人认为 YouTube 使用这样的方法是为了能够筛选出优秀的并且能够长期创作的创造者，这样才能够给 YouTube 这个平台去带来长期的收益。在你达到标准之后，如果你频道里面内容都是正常的符合规范的，你的频道里面没有严重的问题，那么你的频道是能够顺利的去开通广告盈利的。一旦你开通广告盈利资格之后，你频道里面每一部的影片都是能够开始去获得广告收入的。这就是为什么你平时在 YouTube 上面去观看影片的时候，在点开部影片之后，你会在开始播放前看到一段广告，有时候看到中间的时候会出现一段广告，又或者是在看完之后又会出现一段广告。这就是创作者在这个时间点里面去加入了广告节点。这是所有 YouTuber 在 YouTube 上面赚钱的方式之一。其实有很多人会觉得订阅数越高，那么广告收入也是会越高的。其实这是不一定的，有很多订阅数比我高很多的频道，他们的广告收入其实和我差不多。同样的道理，有很多订阅数比我少很多的频道，他们的广告收入就和我差不多了。如果想要做 YouTube 频道，或者是你好奇为什么你频道的广告收入和别人是差很多的，那么接下来的信息你一定要了解，因为会有几个因素会影响到你到底能够获得多少的广告收入。首先第一个因素就是 CPM 就代表着广告商每1000次的播放量需要支付给 YouTube 多少钱。每个频道它的 CPM 都是不一样的，有的频道它的 CPM 很高，能够高达50、60美金，而有的频道它的 CPM 就比较低，像是5美金、1美金都是有的。因为广告商他们会选择要在哪些类型的广告里面去投放多少的广告预算。一般广告商会在地产类、投资类、电商类的频道里面去投放更多的广告预算，因为通常观看这些影片的观众，他们的购买力是更强的。如果这些广告商他们的广告能够被这些观众看到，那么他们的产品是更容易被这些观众去购买的。而像是游戏类的频道、生活类的频道，他们的 CPM 就相对较低了。而且这些广告收入并不是全归创作者所有的，是需要和 YouTube 进行分成的。现在的分成比例是 YouTube 会拿走45%，而创作者能够保留55%。所以在你的 YouTube 后台里面 RPM 这个数值才是真正的展示给你每1000次的观看量，创作者能够获得多少的广告收入。第二个影响因素就是影片的观看时长。如果你现在想要在影片的中间去加入广告，那影片的时长需要达到至少8分钟以上，这就意味着8分钟以上的影片会比8分钟以下的影片广告数量来得更多，就潜在的会导致广告收入会越多。但这不能够保证影片的时长越长，你就一定能够获得越多的广告收入，这取决于观众到底观看了多长时间的影片，也就是影片的续看率。如果说你的影片比较无聊，10分钟的影片观众只看了1分钟、2分钟，那么其实你很多在影片中间加入的广告，他们是没有办法看到的，也就不能够给你带来更多收入了。另外一个平均观看时长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
YouTube 是希望观众能够停留在这平台上面越久越好的。如果你的影片能够让观众观看很长时间，那么 YouTube 就会认定你这部影片是一部优质的影片，会推荐给更多类似的观众观看。这样潜在的，你这部影片里面的广告会被更多观众观看到，你就能够获得更多广告收入了。所以你的影片需要尽量让观众能够观看长的时间，让观众留在这平台上面。下一个影响因素就是你频道的主要观众所在的地区。如果你频道大部分的观众都是在一些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通常是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比如说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等，那么频道的 RPM 就会相对更高，因为这些国家的观众他们的经济基础是比较强的，购买力会更高，所以他们会更有可能去购买广告里面出现的产品，广告商也会更愿意投入更多的广告预算在这些国家的观众里面。但是如果说你频道大部分观众都是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比如说亚洲的一些国家，或者是非洲地区，那么 RPM 就会相对较低。还有一个影响因素就是你频道主要观众他们的年龄分布，观众年龄也是代表着购买力的。比如说儿童频道，他们的观众都是比较小的，年龄比较低的，那么他们的购买力也会相对较低，自然的 RPM 也会相对较低。如果你频道大部分的观众都是在25到40岁左右的，是处于事业上升期的，他们的经济能力比较强，购买力比较强，那么自然的你频道的 RPM 就会相对较高。接下来我就带你进入到我的 YouTube 后台里面，去展示给你自从我频道开通盈利以来，每一年的广告收入变化，以及一些重要的指标。不过在之前，如果你喜欢这种收入分享的影片，希望能这部影片点个赞，这样我就在之后继续做这类型的影片了。现在我进入到我 YouTube 后台里面了，我是在2020年3月21号去开通 YouTube 频道的。可以看到我刚开始的时候，影片的观看量是非常少的，然后慢慢的开始有了几百的观看量，然后到这里面有1000多了，慢慢的到2000，然后这个时候突然有一部影片被推荐了，在那一天获得了超过1万的观看量，然后之后就慢慢下降了，又回到正常的大概2000左右的每天的观看量。所以在我第一年做 YouTube 频道的时候，我总共获得了56.3万次的观看次数，然后2.5万次的观看时长，总共获得了1.6万个订阅人数，然后总的广告收益为2581.45美金。我在2020年6月22日正式开通了广告盈利的，也恰好是我频道开通3个月之后，我第一天的广告收入在7.6美金，然后一直都是在7-8美金左右。这个时候最高峰达到了38.2美金一天，然后平时又回到了10多美金左右。这就是我在2020年的时候每天所收获的广告收入。在今年的时候，我的这一部关于挣钱 APP 的影片，它帮我获得了758.25美金，是我在这一年里面获得广告收入最多的影片。接下来再看一下2021年这一整年，这个时候在这一年里面，我频道的平均观看量从2000涨到了3000，有的时候有4000，从这时候开始进行大幅的增长，大概是每天5000、6000观看次数，然后这个时候慢慢的下降了，回复到了4000左右的观看次数。在这一年里面，我总共获得了147.4万的观看次数，观看时长6.9万，订阅人数获得了2.5万。在2021年，我总共获得广告收入为8403.8亿美金。你可以看到，在2020年的时候，一开始我频道的广告收入在每天15美金左右，然后这个时候慢慢上升到了20美金，这个时候又变多了，大概在30美金左右，然后又逐渐下降到了20美金、25美金左右。在2021年的时候，我频道里面广告收入最多的影片还是这部赚钱 APP 的影片，它帮我获得了1378.74美金的广告收入。你可以看到它的 CPM 是比较高的，在12.61美金。第二部影片是这部 YouTube 片头动画教学的影片，它帮我获得了544.16美金的广告收入，它的 CPM 就比较少，是7.7美金。接下来可以看一下我在2022年的时候频道的整个状态。一开始的时候，我频道每天是在3500、4000次的观看量，然后有的时候会到5000、5500左右，基本上是维持到4500到5500左右每天的观看量。你可以看到，在这一年的时候，我的观看次数是有上涨的，来到了167万次的观看次数，然后这一整年获得了7.5万小时的观看时长，但是我订阅人数下降了。在2022年的时候，获得了1.8万次的订阅人数，
而且我的预估收益也下降了，在这一年获得了$7767.8，而这是在我观看次数上升的情况下，我的收益反而下降了。在我2022年的时候，每天的广告收入一开始大概在$20左右，有时候会跳到$30、$25，但是总体来说，这一年的广告收入都很平稳，都是在$20左右。而这一年里面，我频道里面广告收入最高的影片还是这一部赚钱 APP 的影片，但是它的收入下降了非常多。2021年的时候，它能够达到$1300，而在2022年的时候，它只获得了$373.82的广告收入。你也看到其他的影片都非常的平均，没有说一部影片是非常高的。第二部影片是 Canva 教学的影片，它一整年帮我获得了$336.96的广告收入。然后第三部影片是这部 YouTube 片头动画的影片，一整年帮我获得了$291.2的广告收入。而在这一年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我频道里面这些影片的 CPM 都是非常平均的，都在$10、$15左右，没有说有一部影片是特别高的。接下来我就给大家展示一下我在2023年频道的状态。在2023年，我频道有个大幅度的增长，频道的观看次数来到了279.5万。你可以看到我频道每天的观看次数从一开始的4000、5000，然后慢慢上涨到了8000、1万，最高的时候有达到每天将近19000次的观看量。然后恢复正常之后，就是在8000、9000次每天的观看次数。我的观看次数和2022年相比上涨了67%，这也导致我频道所收获到的观看时间来到了13.4万，这和2022年相比上涨了80%。订阅人数也是一样，在2023年的时候，我收获到了3.3万个订阅人数，和2022年相比增加了77%。然后我每天的收益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年初的一开始还是在$18、$20，然后慢慢上涨到了$30每天，有时候高的时候会到40、$45一天，然后恢复到正常的时候就在$30、$35一天了，基本上都是在这个范围。这大家可以看到，有几天的时候我的广告收入会有个大幅的下降，比如说这里面下降到了$14。之前的一天都是$53.77的，然后突然下降到了26.67，继续下降到14.36，然后这里也是一样，下降到了18.32，然后这里面也有几天下降到了$20几，这是因为受到了无效流量的影响。YouTube 是在2023年严厉的打击无效流量的，所谓的无效流量就是你使用一些非法的手段去帮助你的频道去增加流量。但是很明显我没有这么做，不过如果你的频道也遭受到了误判，一般以我的经验，大概在1周、2周就能够解决，所以不需要特别担心。但是我知道这真的非常让人沮丧，因为你能够获得广告收入下降了非常多。所以在2023年的时候，我总共获得了$12319.5的广告收入，和2022年相比上涨了59%，这真的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上涨。可以看到，基本上在2023年的时候，除了1月份、2月份还有11月份，我的广告收入在$1000以下，其他的月份我的广告收入都是在$1000以上的。11月份的时候本来是可以在$1000以上的，但是受到了一些无效流量的影响，所以离$1000就差一些了。但是总体来说，你可以看到，在2023年的时候都能够保证在$1000以上的月广告收入，然后平均的 CPM 都是在$10以上的，最高的是去年12月份在$13.32，这是很合理的，因为在12月份的时候，北美会有庆祝很多节日，并且广告商会把所有的广告预算都用完，所以一般来说12月份 CPM 是最高的。然后在2023年的时候，我频道的 RPM 在$4.48。在2023年的时候 YouTube Shorts 也开通了广告盈利了，并没有发布很多的 YouTube Shorts。你可以看到总共的观看次数在4.9万次，然后 RPM 非常低，在$0.07。所以在2023年 YouTube Shorts 帮我获得广告收入为$3.5亿。在2023年，我的这部影片是关于 AI 制作 YouTube 影片的影片，它帮我获得了$1016的广告收入，它的 CPM 比较高，是在$17.59。然后第二部是这部 Canva 教学的影片，它帮我获得了$479.17的广告收入，它 CPM 是$14.02。这部影片是关于 YouTube 频道创建教程的影片，帮我获得了$286.34的广告收入，然后它 CPM 是在$11.69。对于我的频道来说，可略过的影片广告给我带来的广告收入是占大部分的，其他就是多媒体广告、串场广告，还有不可略过的广告。
我希望我的这次收录分享能够给你一些做频道的启发。你对于现在做 YouTuber 有什么样的想法，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总的来说，如果你希望在之后把 YouTuber 当成是自己的主业，那么我是不希望你单独的依赖 YouTube 的广告收入的，因为你可以看到它是需要你有很多流量，并且是不太稳定的。其实做 YouTuber 还有很多其他的赚钱方式，你可以看这期影片。如果你觉得这期影片对你有帮助，希望能这部影片点个赞，一定要记得订阅我频道，了解更多关于 YouTube 的内容，追踪我 IG，能够和我更多互动。那么下期片再见，拜拜。